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我是主持人机器人杀人1号。本期要探讨的大问题是：爱情动作片到底有害在哪儿？爱情动作片的危害在哪呢？这个问题答案很显然嘛，它在道德上下流，它在健康上伤身，它伤风败俗，有伤风化，败坏道德，它就是社会的毒瘤，当然应当被全面禁止啊。本来呢，这个问题没什么好讨论的。通常情况下呢，我们在直觉上都是基于一种保守主义 conservatism 的立场或者说法律道德主义 legal moralism 的立场上去反对爱情动作片的就说这个爱情动作片伤风败俗有辱斯文腐化道德反正就是下流、不道德、不文明、不好、不喜欢。为什么爱情动作片是不好的？因为它是不好的，所以它就是不好的。但是呢，这种基于传统道德直觉的论断呢，在和自由主义者刚道理的时候就很容易被自由主义者按在地上摩擦。这个自由主义有一个核心理念，这个核心理念很难有人不认同这个核心理念简单说就是，只要不妨碍别人，自己想干嘛就能干嘛。那自由主义者就问我作为一个知情同意的成年人，注意是成年人，在私底下观看另一个知情同意的成年人创作的影像作品，请问这碍着谁的吗？给谁造成伤害了吗？没有那么就可以不受限制的做任何我愿意做的事情，论证完毕。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语境都是知情同意的成年人在私底下创作和观看爱情动作片那么对于这种情况自由主义者就说了，你说看片伤风败俗有害健康，那这是你认为的这就好像你不喜欢抽烟一样你当然可以选择自己不去抽烟你也可以要求别人别当着你的面抽烟但是你不能动用公权力去禁止喜欢抽烟的人在自己家里面抽烟，对不对？如果一个人的某种癖好和品味并不伤害他人的话，那么哪怕这种癖好和品味是多么的怪异，公权力也无权干涉。简单说就是虽见一但自由需要说明一下，大部分自由主义者也认为爱情动作片在道德上是很 low 的。但是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不能因为一种事物在道德上 low 就动用公权力去禁止它，因为公权力在私人生活领域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恶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嘛。那自由主义者呢，往往会拿出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一句名言来当做大旗。米尔说，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动用公权力去正当的违背一个人的意志，那就是阻止他去伤害其他人。那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刚刚说的嘛，那只要不碍着别人，我做什么事你管不着。那这是不是说自由主义者就完胜了呢？我们只能听任他们对爱情动作片放任不管了吗？当然不是我相信收看咱们这个大问题节目的大部分观众都是十分厌恶爱情动作片的，都是不能够认可自由主义的结论的。但是呢，虽然咱们很认同保守主义的结论但又觉得保守主义的论证太不给力了，反而是自由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论证是十分雄辩的，那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抛开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我们今天就引入另外一个视角来参与讨论。这个视角虽然给出的结论和保守主义一样就是反对爱情动作片嘛，但他给出的论证却完全不同于保守主义，而且呢是十分雄辩的，可以和自由主义战。这个雄辩的视角我们通常想不到，因为我们平时都太直男脑筋了一旦想到你会觉得它蛮有道理的。这个视角就是女性主义视角。女性主义者说爱情动作片为什么是不好的呢？因为它伤害了女性。所以本期大问题节目呢，我们采取的是双方辩论的形式，一方呢是自由主义者，一方呢是女性主义者。当然呢，这两个派别在学理上倒不一定就是对立的或者互斥的更不是说这个自由主义就是代表男人的，女性主义就是代表女人的，他们有的时候也是互相交叉的。在座朋友可能看过之前有一期讲这个女性主义各流派之争的大问题节目我们今天讲的自由主义就大概对应于那一期讲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而今天讲的女性主义呢，就大概对应于那一期讲的激进主义女性主义。所以呢，本期议题也可以是女性主义内部之争，当然了，你也可以不带任何性别的去参与这场争论。那为了让这场辩论看起来更直观下面代表自由主义发言的时候呢，我会身穿蓝色的衣服；代表女性主义发言的时候呢，我会身穿红色的衣服。最终你来评一评哪一方的观点更有道理。好，下面进入辩论正片。首先我们有请女性主义者发言。好，现在是女性主义者在发言之前自由主义者说了，一件事情呢，只要不伤害别人，那么一个人去做它就是没毛病的。而制作和观看爱情动作片呢，就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所以制作和观看爱情动作片就是没毛病的。但是呢，女性主义者说，即便我们承认自由主义的这个核心理念但是 pornography 真的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吗？并不是porn 伤害了女性。由此呢，女性主义者在这场论战中开辟出了三大战区来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批判。这三个战区分别是 porn 提升了性犯罪率， porn 伤害了女性的自主性，以及 porn 伤害了女性的言论自由。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说这一 part 呢，我们先说第一个战区，提升性犯罪率。制作和观看爱情动作片会提升性犯罪率。那具体来说呢，就是会提升男性的性暴力犯罪率，而受害者呢主要就是女性。
大家知道啊，女性主义者反对的那种 pornography 啊，特指那种侮辱女性、物化女性、贬低女性的那种 pornography 啊。女性主义者啊，并不反对 pornography 本身啊，比如说那种展现男女平等关系的 pornography 或者女频的 pornography 啊，女性主义者觉得没什么问题啊，这是你自己爱看不看的事儿。这一点呢，女性主义者是同意自由主义的立场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这期辩论中所说的爱情动作片啊，或者 porn 啊，或者 AV 啊，特指那些贬低、侮辱女性的爱情动作片啊。而且确实呢，这种贬低女性的 AV 呢，确实占据了市场上现有 AV 的主流。那你听了可能就要问了，那这种东西我从来都没看过啊，我也没啥概念啊，那到底哪种片才算是贬低女性的呢？女性主义学者凯瑟琳·麦金农给出的界定是 ：We define pornography as the graphic, sexually explicit subordination of women through pictures and words that also includes first, women are presented, dehumanized as sexual objects, things, or commodities.Or second, women are presented as sexual objects who enjoy humiliation or pain. Or third, women are presented as sexual objects experiencing sexual pleasure in rape, incest, or other sexual assault. Or fourth, women are presented as sexual objects tied up, cut up, or mutilated, or bruised, or physically hurt. Or fifth, women are presented in postures or positions of sexual submission, servility, or display. Or sixth, women's body par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vaginas, breasts, or buttocks, are exhibited such that women are reduced to those parts. Or seventh, women are presented being penetrated by objects or animals. Or eighth, women are presented in scenarios of degradation, humiliation, injury, torture, shown as filthy or inferior, bleeding, bruised, or hurt in a context that makes these conditions sexual.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场辩论中特指的 porn 的定义啊。女性主义者反对的呢是这样的片子。那不得不说呢，据统计呢，这一类贬低女性的片子呢，占据了现有爱情动作片里面的主流，对吧？这个男人就好一口从凌辱和压迫女性的场景中获得性快感。那这些片子中呢，那有的呢虽然不是那种硬核的直接的凌辱啊，但大多数所谓的软核的片呢，也都展现了女性享受被男性控制、主宰、屈从于男性的场景，对吧？也就是一开始都得强来，那说不要就是要，然后半推半就着，女人反而还爱上了这种片子啊。那这种片子看多了以后会有什么坏处呢？在这里呢，女性主义者并不像保守主义那样啊，就拿道德来说事儿啊。女性主义者给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理由，就是这些片子中的场景啊，几乎都是性暴力犯罪的场景。那这种展现性犯罪的片子，直男看多了以后呢，会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容易让男性模仿犯罪。而这倒不是说某个特定的人看多了这种，比如说是强奸女性的片子以后，他就必然会走上强奸女性的犯罪道路啊。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从一个社会的整体而言，如果这种展现性犯罪场景的片子传播多了以后，那么这个社会的整体的性犯罪率就会上升。对于这一点呢，自由主义者的回应是：你说 porn 会提升一个社会的性犯罪率，这可不是张口就来的呀，这是需要实证的证据作为支撑的呀。为此呢，自由主义者们去调研了一下那些实证社会学家做的研究啊，并没有发现说 porn 的流传和性犯罪率之间啊，这两者有什么明确的因果关系啊。咱就不说因果关系了，连正相关关系也不明显。甚至呢，自由主义者还举出了反例，就说别说是正相关关系了，就有些国家还有负相关关系。就比如说这个日本，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啊。AV 产业在日本是非常发达的，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吧。但是呢，日本男性的性犯罪率呢，可以说也是保持在全世界最低的那一档的水平。而反观有些中东国家，就比如说这个沙特阿拉伯，在性方面啊非常保守，几乎就看不到任何片子在市面上流传。但是呢，这些国家的性犯罪率啊又极高，这说明什么呢？我们完全可以据此提出一个相反的假设啊，那就是片看多了反而能够降低性犯罪率，对吧？就是你如果能宅在自己家里面撒火的话，你就不至于上大街上去调戏良家妇女了，对不对？此外呢，自由主义者还拿出了丹麦这个国家的自然实验的数据啊，就是丹麦在1967年和1969年分两步放开了16岁以上的人合法购买 porn 的市场啊。数据结果是1967年的性犯罪率比上一年下降了 25%，1968年又下降了 10%， 到1969年 porn 彻底解禁后，性犯罪率下降了 31%， 这个数据还是非常显著的。那丹麦这一自然实验足以说明 porn 不但不会提升性犯罪率，反而还能有效降低性犯罪率。女性主义者对此的回应是，并无确凿证据表明丹麦的性犯罪率下降是由于开放 porn 市场导致的，很有可能是其他因素导致的，也有可能只是个巧合。而且呢，在丹麦明显下降的只是一些轻微的性犯罪，就比如说偷窥啊、暴露啊、性骚扰啊等等。但是像性侵和强奸这种严重的性犯罪率呢，并没有发生明显的下降，丹麦的数据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女性主义者呢进一步提出啊，就说这个人类社会啊是非常复杂的，你自由主义者不能简单的搁那堆数据就能搞清楚其中的因果关系的呀。研究人类社会啊，没法像做物理学实验
那样丁是丁卯是卯能够找到什么单一的变量。你就别说人类社会了，就是生物医学方面啊，也不像物理学那样简单纯粹。就比如说这个吸烟和肺癌之间的关系吧，吸烟导致肺癌啊，是要排除掉其他干扰因素后才能得出的结论啊，对吧？就有些人抽了一辈子烟，到了80岁也没得上肺癌，而有些人一辈子没抽烟，40多岁扑通一下得肺癌死了。这就像刚刚自由主义者举的例子嘛，就说这个日本的 AV 产业非常发达，但日本男人也没多少性犯罪的，反而沙特没什么 AV 产业，但是性犯罪率却很高。这不就像说有些人抽了一辈子烟也没得肺癌吗？你举证不能这么举啊！那你咋不说，要是日本男人不看片的话，他们的性犯罪率会更低；要是沙特男人看片的话，他们的性犯罪率会更高，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自由主义者回应说，那既然人类社会这么复杂，尚不能发现明确的因果关系，所以呢，你们不让我们说 porn 会导致性犯罪率下降，那你们女性主义者也不能说它会导致性犯罪率的提升啊，对不对？而且呢，就算我们承认啊，看片会提升性犯罪率吧，但是呢，你们女性主义者干嘛总盯着爱情动作片不放呢？按照你们这个模仿犯罪的说法，那些杀人放火的电影也会提升一个社会的暴力犯罪水平啊，对不对？就比如说这个温子仁拍的《电锯惊魂》系列，那血腥暴力的场面可不少啊。但是为什么《电锯惊魂》就能播，爱情动作片就不能播呢？那女性主义者回应说，哎呀，这个导致性犯罪率上升只是爱情动作片的危害之一啦，爱情动作片的危害还有很多的啦，不单单只是因为它提升性犯罪率就要把它给禁掉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危害啊。好，这就来到了本次论战的第二战区。女性主义者说啊，制作和观看爱情动作片错在哪呢？因为它损害了女性的自主性，而这种对女性自主性的伤害呢，又分别体现在2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上广大的女性而言的，另一个呢是对于拍片的女演员而言的啊。我们先来说第一方面啊。就像之前麦基农定义的那种贬低侮辱女性的片子的时候提到的那样啊，就是市面上主流的 porn 的实质就是男人压迫女人，男性总会从压迫女性的场景中获得性快感。那这种片子里面的女性形象呢，都被展现为一种男性的性交对象，就是一种男性用来泄欲的工具人。那这些片子里面的女人呢，都是那种一推就倒，然后呢特别享受被男人征服、被男人奴役的过程，嘴上说不要，其实就是要。一开始呢都是半推半就的，男人坚持硬来，女人反而还爱上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女性形象呢？大家想啊，男频 AV 都是男人拍出来给男人看的，那这些片子呢，都是男性做导演、男性做编剧、男性做制片，然后呢，这帮男人呢，为了讨好市场上的另一波男人，然后安排了一帮女演员，让他们按照男人幻想出来的女性形象表演给男人看。一个男性观众在看片的时候啊，他以为他自己是作为一个男人在看女人，但其实这是男人在看男人。于是这就造成什么情况呢？这造成了这片子里面的女性形象啊，都是一种男性凝视的产物，也就是被男性意淫出来的女性的形象，是被男性对象化了的形象，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女性真实的样子。那这种男性凝视进一步又会造成什么呢？就是广大男性这种片子看多了以后啊，会真的以为现实中的女性就是这个样子的呀，对吧？这很多男性的性观念都是从 AV 里面学来的，不是总有男性说 AV 是他的启蒙片吗？他们以为现实中的女人啊，都和这个 AV 里面的女性一样啊，就是一推就倒，说不要就是要，然后半推半就着，反而还爱上了这种。而且呢，很多男性据此就认为啊，这个现实中的男女关系本来就是应当这样发展的啊。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男人啊，如果我要追求一个女人，我就应当来强的，因为女人都是这样，嘴上说不要，其实很想要嘛。然后呢，半推半就着，就这样生米煮成熟饭了嘛。这就是女人的天性嘛，强行操作不就是男女关系的基本操作吗？强操就是基操嘛，对吧？这也关联到我们之前讲的提升男性性犯罪率的问题嘛。很多现实中性骚扰女性的男人啊，他们真的是以为自己在追求女孩哦，他们以为女人在享受被他们骚扰的过程哦。然后呢，这还会进一步造成一个问题啊，就是当社会上的广大男性都这么来看待女人之后呢，这反而搞得社会上的广大女性啊，真的以为自己就应该是这样啊。大家知道啊，这个人的自我认同呢，是在和他人的互动中慢慢被塑造出来的嘛。当社会上的广大男性从这个片里面学习到啊，这个女性呢都是享受受屈从状态的，然后呢，这种男性凝视呢，又把这种对女性的错误印象传递给了现实中的广大女性以后呢，那现实中的广大女性啊，真的就会产生这种错误的自我认同的哦。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自证预言嘛，或者叫做窈窕淑女效应，就是当你把对方看成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啊，对方真的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啊。当你把女性看成是窈窕淑女啊，那么对方就真的会变成窈窕淑女。当你把女性看成是喜欢受男人主宰的性交对象，那么女人真的就会变成性奴隶。问题并不在于某个特定的男人把某个特定的女人当成是受屈从的性交对象啊，对吧？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们小两口私底下怎么玩是你们自己的事儿，这个确实是虽见一但自由啊。但是问题在于，由于爱情动作片的广泛传播啊，让社会上的大部分男性千篇一律的把女性都看作是受屈从的性交对象啊，从而让女性造成了一种系统性的结构化的自我贬低，这个就有问题了呀。
女性的这种受到男凝以后的自我贬低呢，不单单体现在私生活方面啊，它也会传导到女性的公共生活之上。就当女性在私生活方面啊，被系统性的结构化的贬低啊，从而习惯于接受一种受屈从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也会传导到女性在公共生活方面，包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建立起安于受男人主宰的自我认同。从此呢，女人就被剥夺了作为一个完整的、平等的公民的资格。她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是不能自主的，她们需要被男人主宰。这就是Po恩对广大女性自主性的伤害。好，那么自由主义者对此的回应是，女性主义者在这里犯了一个滑坡论证的谬误。这个传导链条也太长了吧？也就是说呢，从这种贬低女性的 AV 传导到男性看了这种 AV 之后，把现实中的女性看作是 AV 中的女性，然后再传导到现实中的女性在这种男凝中建立一种自我贬低的自我认同，然后再传导到女性的这种私生活中的自我贬低的自我认同，传导到公共生活方面，最终导致了对广大女性自主性的伤害。这个传播链条也太漫长了吧？这个滑坡呢，就属于是一滑到底，一环扣一环，一点都不能错呀。哪里女性主义者这话是不是说的有点太满了？那就算有的片呢会造成自我贬低，但是不是如女性主义者所言，造成了一种系统性的自我贬低呢？这话是不是说的有点太满了？看个毛片真的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吗？而且退一步来说啊，那就算有些 AV 呢会给一些女性造成自我贬低啊，这确实给一些女性造成伤害了。那确实呢，即便是按照自由主义的信条，只要给女性造成伤害了，那我们就有理由禁止它了。但是呢，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伤害有多大啊？因为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啊，动用公权力去限制个人的自由啊，是需要非常谨慎的。你以为动用公权力发禁令这一招就没有副作用吗？这是药三分毒啊，这一招就属于是以毒攻毒啊，抛开剂量谈疗效都是耍流氓嘛。除非我们能明确的知道 AV 对女性的伤害明确大于动用公权力去限制个人自由这个代价所造成的伤害啊，我们才可以考虑去动用公权力去限制个人的自由。我们始终要记住啊，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在提倡 AV 的传播，而他们认为呢，为了避免一种道德上的低俗啊，是不是有必要动用公权力去禁止它？自由主义者反对的是审查制度，是 censorship。如果 AV 是低俗的，并且是贬低女性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绕过公权力的禁令来减少人们的观看啊，就比如说通过宣传教育啊、展开公共辩论啊等等的方式，来让社会上的人感知到啊，观看那种贬低女性的影像啊，是一件为人所不齿的事情。那就像我们宣传吸烟有害健康一样啊，那经过最近这些年的大力宣传呢，无论是在健康上还是在道德上宣扬吸烟的坏处啊，也并没有动用公权力去禁止人们吸烟啊，但是烟民的数量相比于之前就是明显的下降了呀。好，说完对社会上的广大女性的自主性的伤害啊，我们再来看女性主义者提出的伤害女性自主性的另一个方面啊，就是对 AV 女演员的自主性的伤害啊。对于 AV 女演员自主性的伤害呢，我们通过一个关键词就能描述它的实质，那就是剥削。要知道啊，剥削的一个关键要素啊，就是强制劳动啊，就是强迫嘛。要知道啊 ，AV 产业有很多女演员啊，当初都是被诱骗、被强迫加入 AV 行业的，对吧？那时候年纪又轻，啥事都不懂呢。一开始呢，这个星探啊，都是告诉他们签约做模特的，然后呢，一步一步给他们设圈套，到最后才知道要拍那种片子。但这时候已经上了贼船，想回头为时已晚。然后呢，他们拍的片子呢，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啊，都是为了满足男人意淫出来的幻想，成天跪下叫爸爸，属于是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受辱啊。而且呢，这些被诱骗、被强迫而入行的女演员呢，会被社会上的人污名化，使他们被锁死在 AV 女优的身份上啊。也就是一旦成了 AV 女优啊，你就啥其他工作都做不了了，因为没人要你了嘛，你就只能做 AV 女优了。但是呢 ，AV 女优啊，又是一个严重吃青春饭的行业，就是在工作2-3年以后呢，就会迅速被行业淘汰掉啊。而这些除了做 AV 女优什么工作都做不了的女性呢，也就相当于被全社会所抛弃了，她们整个后半生会过得非常凄惨。对此呢，自由主义者的回应是，当然，自由主义者也反对强迫，也反对诱骗，也反对限制个人自由。那自由主义当然反对这个了。但是呢，自由主义者认为啊，你不能认为所有你觉得不好的、不高雅的、不喜欢的事情，那如果有人去做的话，那都是被强迫的或者被诱骗的，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偏见。就是说呢，每个做出性羞耻行为的女性呢，都是被胁迫的或者被骗的，这种典型的偏见嘛，也就是一种自以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然后没事喜欢劝人从良的偏见，对吧？那正常的良家妇女说一好这口啊，只要女性参演这种带有屈从性表现的 AV， 那肯定是被迫的或者被骗的。但是如果真的是被诱骗、被胁迫入行的，那对于这种情况下呢，该惩罚坏人就惩罚坏人嘛，这就是诈骗或者绑架或者强制劳动，这本身就是犯法的，你直接抓坏人就行了。但是你不能说只要参演这种 AV 的女演员呢，那都是不自愿的。要知道啊，有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啊，女性的经济地位相当不错的。那有些女性呢，她就是因为喜欢拍这个而自愿入行的呀。要知道啊，这些自愿入行的女性呢，认为干这个呢是对她们的性魅力的展现，人家去拍这种片子呢，就是去展现自我的，那你替人家操什么心呢？这个有些人呢，总是有种偏见啊，拍这种片子呢，那就是一种耻辱，哪有女人会自愿受辱的呢？但是受不受辱冷暖自知啊，咱就说了，人家就是自愿受辱的，你怎么着？你还想强迫别人高大上起来？
关于这个问题呢，也就是女性有没有自愿受辱的权利，女性主义者会怎么回应呢？女性主义者回应说啊，就是如果你自己关起门来自愿受辱啊，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如果你一旦拍成片子流传开来了，那就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自愿受辱是让别的女性承担的代价了呀。你可能好一口向男人跪下叫爸爸，但是社会上的其他女性不好这一口啊。结果这种片子拍多了呢，就回到我们之前说的，就让社会上的广大女性都背负了女人就是这样喜欢被主宰这么一种身份标签了嘛。你自己是自愿的，是开心的，但你的这种自愿伤害了其他女性了呀。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这个工人本来呢，这个工资是1个月3000块钱啊，然后呢，资本家为了剥削的更多，一下子把工人的工资降成1500了。当然了，工人肯定是不能接受这个的，于是联合起来组织罢工，要求拿回自己的劳动所得。但这个时候呢，突然冒出来一帮人说，哎呀，我们不需要回复到3000块钱的水平哦，给我们2000块钱，我们立马开始干活，加班也没有问题的哦，对吧？这种人也是自愿干活、自愿加班的，但是你的这个自愿给更广大的工人带来了伤害了呀。你不能说啊，我也是工人，我也觉得2000块钱没什么问题啊，这不就是经典的我女我也的评论了吗？就是我是女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嘛。而且咱们说回来啊，那些女演员真的是出于自愿而受辱的吗？要知道啊，男性主导的 AV 产业对女演员的剥削啊，它的关键点就体现在它往往是通过一种表面上自由自愿，但实质上是强迫的方式来运作的嘛。这其实也就是剥削的实质嘛。我们上一期大问题节目探讨的就是剥削问题啊。剥削有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强制劳动，而且呢，这种强制劳动啊，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又往往伪装成一种自由选择的样子啊。简单说就是自愿免费加班，自由的一无所有啊，这就是一种结构性强迫。也就是虽然没有真的拿刀架在被剥削阶级的脖子上强制他干嘛啊，但是通过一种结构化的、制度化的机制设计，以统计学的方式作用于某个群体和阶级，让这个群体置身于某种境况之中，然后这个境况中的其他因素会综合决定这个群体大概率会做出一种行动。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女性的自证语言那样啊，就是这个由男性主导的男权社会呢，都在系统化的、结构化的让女性接受一种自己就是喜欢受男性主宰的自我认同，以至于呢，女性表面上是自由选择自己的出路，结果选来选去都是自由的成为了男人的奴隶喽。如果自由不加以限制，必然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案例啊，就是本来一个女性呢，由于受到男人的荡妇羞辱，结果在社会上走投无路，就真的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荡妇喽，就只能加入 AV 产业，靠出卖色相过活了。然后这时候呢，那个男人就跳出来说，那你看吧，我就说吧，这个女人天性就是水性杨花吧，她走这条路啊，完全就是出于她的荡妇本性而自由选择出来的啊。那对此呢，自由主义者的回应是，好，就算我们承认啊 ，AV 产业对女演员有一种隐性的结构性强迫啊，就是所谓的剥削，但是呢，解决问题的操作顺序并不在于禁止 AV 产业啊，而是让这些女演员有其他路可以走。这就好像呢，我们都知道富士康工人是被剥削的，但是你不能因为它存在剥削就命令富士康工人全部辞职不干了，这就属于是共产主义还没实现就先让工人全体失业了。说是你这嘴上说是反对剥削要保护工人，但这么做呢，只会让工人的处境更惨。那同样道理呢，对于 AV 旅游也是这样，就好比有一位年轻的单亲母亲啊，孩子得了白血病了，急需一笔钱来治疗，那她不得不去做 AV 旅游来挣到这笔钱啊。你这时候说啊，不行，你这是被迫的，你这是对你的剥削，所以你不能做这个。那除非是你能够给他孩子支付医疗费啊，那你确实有资格禁止他去做 AV 旅游啊。但是你这又不给人支付医疗费，还禁止别人做这个，那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人家的孩子最终因为没钱治疗而病死了。总之呢，自由主义者即便也承认 AV 产业对女演员有一种结构化的剥削，他们也不愿意看到女性被剥削。但是呢，在为这些女性找到切实可行的更好的出路之前啊，自由主义者反对一刀切式的禁止掉相关产业。这种泛道德化的操作呢，只会是好心办了坏事儿，反而使得这些女性的处境更差。我们在这里需要反复重申一下，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在提倡爱情动作片，自由主义者也认为它在道德上是 low 的。自由主义者想要表达的是，我们反对动用公权力去禁止它，因为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动用公权力去禁止一种哪怕在道德上是低端的，哪怕对别人具有冒犯性的作品，会带来更大的恶。因为自由主义者会把拍这种片子看作是一种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好，下面我们进入本场论战的第3个战区。在这里插播一段节目说明咱们这个大问题系列节目典型的形式就是哲学家开会，一起来探讨和争论一个大问题。所以呢，我们并不仅仅是科普或者哲普一些哲学家的观点我们也想听听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你是否认为节目中介绍的观点成功的回应了本期大问题？或者你可以发表你认为更好的回应方案。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问题 Dialectic， 发送 PORN 即可收到本期大问题节目的文字版，这也方便你通过文字阅读的方式参会。我们邀请你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研讨会之中，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在研讨会中发表你对于这个大问题的看法。好，参会说明就介绍到这儿，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
而这个保护言论自由这一点呢，是自由主义者首先提出的立论啊。因为自由主义者啊，会把拍电影啊看作是一种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那哪怕是表达一种独特的癖好和品味，也是一种言论的表达，因此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这种特殊的癖好和品味是你不喜欢的，那你不看就行了呀，我也没拿个大屏幕在你家门口播放，对不对？伏尔泰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那同样的道理呢，你不能因为你不喜欢我的作品，就动用公权力去禁止我创作，这是对言论自由的一种伤害。首先呢，女性主义者对此有一个快速的回应啊，就是说呢，好，我们承认啊，人应当有言论自由，但是呢，我们说的言论自由啊，通常说的是一个人表达想法的权利，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交流。那确实有很多电影呢，都是向观众表达一种想法、一种观念、一种叙事，这都是一种精神性的言论啊。但是你说毛片这玩意儿，谁看这玩意儿是带着脑子看的呢？对吧？这完全就是下半身不过脑子的东西。你说这玩意儿也是一种言论自由，这是不是有点牵强啊？另外呢，女性主义者提出啊，我们确实应当保护言论自由啊，但并不是要保护所有的言论啊，那些歧视性的、冒犯性的、拉仇恨的言论就不应当被保护呀，对吧？之前说了，女性主义者反对的是那种贬低、侮辱女性的 AV， 那就算我们把这种 AV 也看作一种言论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种歧视性的言论，它在歧视女性嘛。我们把它换成种族来说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当然应当保护言论自由啊，但是如果一个人成天在网上散布歧视黑人的言论，你看看他的这种言论会不会得到保护啊？对此呢，自由主义者的回应是：好，就算我们承认啊，某些 porn 是冒犯女性的，但是问题在于呢，如果你只要感觉某些言论是冒犯人的，那就要动用公权力把人给禁掉，这就很容易带来一个滑坡效应，就是会造成呢这个禁止所谓冒犯性言论这个魔爪啊会越伸越长，最终造成呢那只要有人神经敏感的感觉疑似会冒犯人的言论都给人给禁掉了，这就是某种政治正确玩过头了，对吧？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什么状况吗？结果搞得人们都噤若寒蝉，都不敢说话了。就比如说呢，你如果说 porn 是冒犯人的，就要把人给禁掉的话，那同样的理由呢，就可以用来禁止脱口秀，对不对？这个脱口秀的很多笑点都离不开对某些人的讽刺和吐槽，那这也会冒犯一些人啊，那脱口秀都别说了。那同样呢，包括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也是非法的，因为涉嫌歧视犹太人的嘛，这也是对犹太人的一种冒犯啊。那莎翁的戏剧也别演了，那这就没完没了了呀。一旦你开了禁止 porn 的这个口子呢，就很容易让人以同样的理由去禁止那些我们平常老百姓觉得虽然有些冒犯人，但也无伤大雅的言论。那这样的话，搞到最后的话，人们就只能说好听的话，不能有丝毫冒犯别人的言论，这对言论自由的伤害也太大了呀。对此呢，女性主义者回应自由主义者说啊，言论自由这么重要是吧？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是吧？我们女性主义者呢也要捍卫自由主义大旗。对此呢，女性主义者麦金农啊用了非常聪明的一招来回应自由主义者的保护言论自由的论点啊。麦金农就说呢，好，我也支持言论自由啊，我也可以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啊。麦金农说啊，如果我们支持保护言论自由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禁止 AV 呢？因为它侵害了女性的言论自由。这怎么说呢？麦金农列举了3点理由来说 AV 伤害了女性的言论自由啊。首先呢 ，AV 让很多女性不愿意诉说出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对吧？这个 AV 里面拍的那些呢，就好像性骚扰就是男女关系的基本操作似的，所以呢，这有什么好诉说的呢？强操就是基操嘛。然后第二点呢，即便女性说出了，也没人愿意相信。就是即便有些女性呢，勇敢的站出来说自己被性骚扰过啊，说自己遭遇到了很大的心理创伤，那些经常看片并且被片洗脑的人就会说啊，这能有什么心理创伤的呢？不是啊，片里面拍的不是这样的呀，片里面的你们不都挺享受被骚扰的吗？什么 me too 啊，me 什么 too 啊？你这是不是故意在拿这个事儿来讹人啊？你们看 AV 让女性的言论变得不可信， AV 剥夺了女性言论的可信度。那第3点呢 ，AV 让女性的言论失效，也就是让女性的言论不被理解、被误解，甚至需要反过来理解。那经典的例子呢，就是 AV 里面的女演员啊，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对吧？一说日语你马上就熟悉了，就是やめて。AV 给人灌输这么一种观念啊，就是女人说不要其实是要，说やめて是想要更多，这是女性为了寻求更大的刺激啊，在故意挑逗男性的，对吧？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啊，你追求一个女孩啊，对她有所动作的话，人女孩说了不要，说不要那就对喽，她这意思啊，就是你这动作啊做的还不够，还得继续加大力度。那这就很糟糕了呀 ！AV 给人造成的印象啊，那就是女人都是言不由衷的，女人嘴上说的话并不是她真正的想法，这不就是剥夺了女人说人话的资格了吗？对吧？我说的是英格类式啊，我说的是人话呀，我说了我不爱你，我不要，结果你们男人却听成了我爱你，对吧？阿丽，你不要骗你自己的啊，其实你是爱我的。那我这就没法说话了呀，这就很糟糕了呀，这就是严重剥夺了女性的言论自由了呀。好，我们说回来啊，这3点理由说明了 AV 让女性不容易发出言论，即便发出了言论也变得不可信，甚至往往被误解，这就是对女性的言论自由的极大的伤害啊。麦金农认为，我们即便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吧？你们自由主义者不是讲究要保护人的言论自由吗？我们女性的言论自由也是言论自由啊，我们女人也是人啊。那么既然 AV 伤害了女性的言论自由，那么 AV 这种伤害言论自由的言论就不应当被保护。论证完毕。麦金农这一招就属于是逆恋自由最为致命。当然，自由主义者对此也是有回应的。
自由主义者罗纳德·德沃金就回应说啊，麦金农等女性主义者在谈到 AV 伤害女性言论自由的时候啊，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混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什么意思呢？就说这个言论自由啊，它是一种消极自由，而不是一种积极自由。而麦金农呢，却把言论自由当成了一种积极自由了。什么是消极自由呢？就是我有免于被别人按住嘴巴不让说话的自由啊。简单说就是我有不被删评论的自由啊，这就是一种消极的自由。那什么又是积极自由呢？就是我有让别人理解、听懂并且接受我说的话的自由。不单单是我有说话的自由哦，我还要求别人认同我说的话。简单说呢，就是我不单单有不被删评论的自由啊，我还要有别人给我一键3连冲上热评的自由。那这就是一种积极的自由了。德沃金说，言论自由可不是这种积极的自由哦。这就好比呢，美国现在还是有不少地评论者啊，就是相信地球不是球形的，而是平的。那么这些地评论者有没有言论自由呢？当然有啊，对吧？他们表达大地是平的观点的时候呢，没人拦着他们不让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啊。但是呢，他们如果说啊，我不仅仅要表达大地是平的这个观点啊，我还要别人都认可我说的话，那对不起，你没有这种积极自由的权利。同样的道理呢，女性当然有言论自由了，就是自己如果被性骚扰了，那女性当然有权利去表达控诉和不满，对吧？确实也没人拦着女性去 Me Too 啊。但是呢，至于别人相不相信你说的，你这就没法保障了呀。德沃金说这个的意思啊，倒不是说他不相信女性说的话，而是说啊，如果把言论自由当成一种积极自由去保护的话，这就会造成一种暴政。就比如说呢，这个创世论者啊，就有权去禁止出版宣扬进化论的书籍和影片啊，对吧？因为进化论让创世论不被认可了嘛，那这就太可怕了呀。我们只能保护女性有发出自己言论的权利，但没法保证别人非得相信你的言论啊。那女性主义者对德沃金的批评的回应是，这个言论自由啊，要真的能 work 的话，它不仅仅是允许人们能够发声就够了呀。因为单纯的发出一些声波啊、字符串啊是没有意义的。言论自由要真正奏效，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需要确保听众对某一种言论没有系统性障碍。什么叫系统性障碍呢？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啊，就是女性被人从整体上认为是言不由衷的，她们说的话都不值得被认真对待，这是一种对女性这个性别的一种整体性的系统性的障碍。这个地评论者的言论啊，虽然也不被人接受啊，但是他们就没有遭遇到系统性障碍啊，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观点而让别人接受自己的看法嘛。而女性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他们在社会中失声的状况啊，因为这是由于他们的性别才造成了他们的言论不被尊重嘛，这是一种系统性的障碍嘛。难不成非得要女性变了性以后才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吗？如果一个社会上的人啊，对这种性别发出的言论啊都不认真对待的话，那么言论自由就是不 work 的。好，经过了这么多轮的自由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之间的交锋以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本次关于是否要禁止 porn 辩论会的会议总结。本期大问题节目呢，是自由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关于是否要禁止贬低女性的爱情动作片的辩论。简单总结一下啊，本次辩论呢，分别在3个战区展开了辩论啊，分别是 porn 是否提升了性犯罪率， porn 是否伤害了女性的自主性，以及 porn 是否伤害了女性的言论自由，这3个战区展开了辩论啊。那女性主义者认为呢，在这3个方面呢，女性都受到了伤害，所以呢，应当禁止这种贬低侮辱女性的 porn。但是自由主义者认为呢，要么呢就这种伤害呢并无确凿证据，要么呢即便是承认有一些伤害啊，但这种伤害呢都不足以大到通过动用公权力去限制个人自由，因为后者会带来对所有人都更大的伤害啊。这个思维导图里面的细节啊，关注同名公众号就可以下载到高清大图啊。这里呢我就不多做赘述了呀。本期节目的这个阵势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就是女性主义在反对爱情动作片这个立场上呢，居然和保守主义站在了一块。而我们都知道啊，保守主义往往就是一种男权主义。但是话再说回来啊，我们要知道啊，虽然结论一样啊，女性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论据是完全不同的。其实啊，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这2个是不兼容的啊，因为他们的这个前提就不一样啊。但是呢，今天语境中的女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啊，它并非是不兼容的。今天语境中的女性主义啊，很大程度上也是立足在自由主义的前提上的，就是人有做任何事情的自由，只要不伤害别人。于是今天辩论的焦点啊，更多是聚焦在什么是伤害，以及究竟构成了什么样的伤害之上。所以呢，很多自由主义者认为啊，女性主义者的论断啊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因为很多本来在这个问题上打赢了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啊，就是认为拍片看片别人管不着啊，但是呢，在和女性主义者辩论之后呢，反而改变了之前的结论。因为说到底啊，可能之前这些自由主义者啊就没动过这方面的脑筋，这不是道理的事儿，这是感受的事儿。在道理上呢，自由主义和女性主义啊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在感受上，你要不是个女人的话，你都不会感觉到这种片子对女性是一种伤害。当然这也不好说是不是所有女性都把这种片子看作是一种贬低和侮辱啊，这或许也不像今天语境中的女性主义者说的那么满啊，这就见仁见智了啊。对于自由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的这场辩论，你更认同哪一方呢？
欢迎你也同哲学家们一起参与到对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他们的看法发表完了，现在轮到你来发言了，请在视频下方评论区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